5000年前，纳尔迈统一上下埃及，标志着埃及文明的开始。同一时间、同一纬度的中国良渚，竟然也建立了国家制度。今天就来了良渚博物院看看良渚文化到底什么情况。良渚是称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。给大家说个冷知识，你知道良渚文化谁命名的吗？答案就是中国第一位埃及学家夏乃先生命名的。很多人来这里会忽略这些黑黑的罐子，看着普普通通的，其实黑石陶罐代表了制作的工艺已经非常先进了。黑石陶器是非常考验技术的，温度、含氧量、时间要求的非常严格。神奇的是，这个时期埃及也发展出了让陶器变黑的技术，就是让它缺氧，然后在一系列我也看不懂的化学反应下，就变成了黑色。哇，这上面是个鳄鱼吗？很卡通。我觉得这个漆器非常夸张，5000年竟然设计那么好看。漆器是只有中国文化里才有的一种工艺，好像用植物的体液做的漆，然后涂到木制品上面。当时的埃及也会在一些物品上面涂上颜色，但是基本上都是来自矿物颜料。哇，原来公园的里面的大爷玩的这个陀螺就是来自良渚文化。哦，本来我以为5000多年的人都不会太多生活用品，没想到还挺丰富。你看，这就是织布的机器。良渚古城的上游是有大坝的呀，用料竟然有280万立方米，太离谱了。这个和胡夫金字塔的体量非常接近，这个证据很明显可以被称为国家了。如果只是部落文明，那肯定没有这么大的动员能力。其实，在我的认知里，人类第一个水利工程就是来自埃及。4700年前建在尼罗河的支流上，良渚的这个工程还是比较刷新我的认知。草果泥切块，这个文物很重要，因为里面的植物看到没，就是很容易断代。这么说就有宫殿了，我觉得很可惜。这个时期的宫殿房屋都是用木头做的，又加上潮湿多雨的气候，就是很难保存下来。我看了一些纪录片里，很多文物都化成泥了，然后一点点修复，真是太难了。不像埃及用石头砖块做宫殿或者神庙，而且我们那边的气候干燥，周围不是沙漠就是大海，简直就是为所发育最佳的环境。所以现在埃及保留了非常多的宫殿、神庙，还有史前遗址。良渚文化，苏美尔文明，怎么没有埃及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发现这里好多玉璧啊，长得像之前那种 CD 一样。字典上面仔细看，有一个非常神奇的雕刻，一只鸟站在一个框上，这不就是埃及法老的名字吗？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太像了。在前王朝时期，法老的名字就是一只鸟站在一个框上，然后在框里面写名字。埃及和中国真的相似之处太多了。而且我最近发现，中国竟然和我们一样，认为胡萝卜对眼睛好，核桃对脑子好。不管有没有科学依据吧，感觉很神奇。这里的渔村是良渚文化的代表，一般上面都有叫良渚省会的纹饰。它这个上面的纹路好细呀，听说1毫米之间就刻上了5、6条细纹。当时的工匠太厉害了，因为这种玉石表面是很容易碎的。5000多年前都没有金属工具，那到底是怎么做上去呢？我觉得古代人是不是掌握了什么模人雕刻的技术？因为埃及博物馆也有一件石雕，非常薄，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。诶，这些鱼种我在很多博物馆都看到过了，难道都是来自这里吗？来这里参观建议组一个官方讲解期，听说介绍的很详细，
但是对于我这种做了很多功课就没有必要了。实在不懂的也可以扫码听一下讲解。你看这些镯子是不是和现在阿姨戴的一模一样？这里的物最让我吃惊的就是上面的纹路，猛一看感觉很复杂，但是仔细一看很有规律，审美非常高，肯定是经过好几百年的发展演变出来的，不可能一下子就出来了。我们现代人创造一种意识风格，就可能一下子就能完成，但是对于古代人是非常缓慢艰难的过程。了解埃及文化都知道，第一位法老的形象被后面的法老一直延续了几千年都没有变。我已经很喜欢这个玉琮，希望一会儿文创里有的买。其实相比于良渚，5000年前的埃及更多人了解。我希望中国也能好好宣传良渚文化，让大家知道5000年前的这里已经形成国家的概念了。当然，埃及文明更多人了解的一个原因和世界性的考古也有关系。埃及考古是世界各国都可以来考古队合作，中国考古好像不是这样，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大的区别。当然国情不同，也没有好坏之分。一层38，这个搞一个，这个怎么感觉有点像法老？你看，现代人做的没有古代那么仔细，看这纹路，跟里面差别很大。灿烂敦煌，这个搞一个，刚好下一期和敦煌有关。哇，埃及猫。还挺可爱的。The British Museum， 不好意思，不喜欢黑色的猫。感觉今天长了很多知识，让我重新认识中国的古代文化。看完了之后就觉得有点可惜，这么辉煌的文明只持续了1000年。古代文明真的很脆弱，可能一场战争或者一次天灾就消失。不过我相信，良渚文化肯定有相当多部分融入到了周边的文化。一直延续了到今天，也许现在的一些传统就是来自良渚文化。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，有机会一定要来良渚博物院参观哟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